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个球你怎么能这么防呢？挺好的呀，他也看不见呀。白球吃一库，把黑八勾到袋口，你下一杆怎么防？来，小亮给他整个活。哦吼！你看，暂停一下，我教一下你们一种防守包赢的方式，想不想学？想包赢的肯定学呀。白球左塞啊，打1号球的薄边1库2库往上跑。这个1号球呢，它会跑到袋口去，可能运气好，它会把黑球的这个下球路线给它阻挡住啊。来看一下啊，好，到袋口，接下来他哇，怎么办？就算他做斯诺克，哎，做一杆这么远的距离，很容易漏球，是不是？对，啊，那不就包赢了吗？来，你学到了，又你打一杆，学到了。看你再打你这个球。我打懵了。不，你也做一杆，你可以试一下做一杆嘛。就那肯定是要做它嘛，对不对？你这做住的概率已经不大了呀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不就赢了对，吗？好，现在再来看一下啊，你看我们经常是不是容易遇到这样的球型？对，很多。你肯定不可能去往里面攻嘛。对来，你怎么防？我点一下呀，这还不简单？点一下，给他一个后斯诺。啊、这样子是吧？对，你认为已经防住了，好 ，OK， 一个薄边1库2库，咔上去，白球放这里，看一下。好，放远了之后，他的防守难度是不是变大了？对，啊，对他不好进攻了。接下来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这杆你就可能会出现失误了嘛，对，是不是？刚才这颗球啊，如果你不去选择贴它，直接薄边往上走，来，你看一下啊，薄边上，接下来它的防守难度是不是很大了？对他这不要去想办法去用那种好像很简单的防守，对手是很容易猜招的。他下一杆一防，你就很被动了。所以有机会先主动的，比如说像这颗球啊，第一时间先把2颗球的距离给它拉远了，那2颗球都靠边靠远，这样子呢你就获得了主动权，明白吧？他一防这一颗球呢是很容易出现失误的。下课。棒仔，这个球你怎么可能会选择用跳球呢？啊，前面有球挡住，我看他们不都是跳球吗？另外有一种圆月杆法，这个球就跟包进一样的，没见过啊？什么叫圆月杆法？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想不想学习一下？想，这可以。来，恢复一下这个球型啊。好，好，那这个9号是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对，好，白球在这个位置啊，再过来一点点。好，你看啊，我们想办法让白球从9号的左边拐个弯过去，再把黑球打进啊，很简单啊。不用惊讶，你看啊，我们只需要球杆先瞄准在目标球左边2颗球的这个位置，打在白球大概是这个4点钟的位置。你看啊，我们把白球的表面想象成一个时钟，前方是12点、1点、2点、3点、4点。好，4点的位置后手立高，来这边看一下啊，我们的脚的站位啊一定要前后站。左脚重心来支撑整个身体，右脚点地，这样子呢才把后手给它提高，触杆才会比较稳定啊。现在我们再瞄到这个目标球左边2颗球的位置上。现在呢，好，这里是12点钟，我们打在4点钟的这个位置上。好，发力一打，你就可以绕过去把它打进，包进的，100试100灵。下课。棒仔。
下课。正在是不是每一次一想加点杆法走位，球就打得进？其实你原本瞄准好的球，只要后手有微小的偏动，杆头就容易偏离中轴线，白球就会歪得离谱。学完这节课，力量大去打高杆也不会歪，力量小低杆也能准进，甚至角度球的准度都会大幅度提升。我们需要先能够感受到大臂的方向感。职业选手的大臂往往都是与球杆方向一致的，也就是肩关节和肘关节的连线与球杆的方向完全重合。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感受一下大臂的方向，找一条直线趴下来，要去感受好像有一根线吊着的感觉。此时将小臂向后提到一定的高度，松掉小臂的力量，小臂就会自然的掉下来。此时去观察球杆前面的部分有没有与这条线重合，如果没有，那就调整一下大臂手肘的角度，往外点往里点都可以，直到小臂摆动起来的时候，球杆能够自然的与直线去重合，这样你就找到了你大臂的方向感。我们还得去训练大臂它方向的锁定能力。那么锁定主要来源于两块肌肉，一个是连接肩关节的这个上胸部位的肌肉，一个是它背部的这块的肌肉。那么这两个肌肉呢，共同限制了大臂它左右的方向。再通过在这条直线上进行运杆和出杆，去加强大臂的方向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你在实战当中趴下去打球的时候只要一开始瞄准的方向是正确的，你的出杆就都不容易歪了。下课。正在你曾经有没有突然打出一杆不可思议的球，白球画出了一道漂亮的线路，跟别人津津乐道了好几天？是的，这就是台球最有魅力的部分——杆法。通过击打白球上不同的点位，赋予白球各种方向的旋转。比如打在上方会产生上旋转，会向前；打在下方会产生下旋转，会向后退回。如果打在中间就没有旋转，就会定住。在不做修正的情况下，将杆头移到左侧，打出左旋转就会把母球向右挤。而打在右侧打出右旋转，就会把母球向左挤。然而这些只是新手入门的短距离直线球而已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杆球的慢动作。初始击打位置是母球的下方，用小力量打，看看在长距离摩擦力的情况下，这颗球的旋转状态会如何变化。第一阶段，白球会先向后旋转，随着后旋转逐渐减弱，在第二阶段，白球开始平移，继续和摩擦力作用，在第三阶段开始向前滚动。如果在第一阶段的范围内碰到一颗笔直的球，白球就会向后退回。在第二阶段内碰到一颗笔直的球，白球就会定住。在第三阶段碰到一颗笔直的球，白球就会向前滚动一点。如果你想在第三阶段时还想让白球能够向后退回，就必须加大力量，来延长白球后旋转所走过的距离，使它撞击到目标球时还能够有足够的后旋转。不过这就对后手发力和稳定的能力要求很高了，要不然很有可能导致打不准。杆法另外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分离角。白球和目标球存在角度的情况下，在撞击瞬间，无论你用什么旋转击打，都会先沿着进球线路的90度方向进行分离。如果你打的是后旋转，在撞击时先沿着90度的方向进行分离，之后再会产生拐弯的效果。正是这样的原理，让台球产生了千变万化、花里胡哨的各种杆法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。下课。